玄学干货的 UP 主易如来解读。从玄学的角度来讲呢，川渝、广州、上海，他们都是富贵之地吗？为什么说重庆、香港、泰国的阴气格外的重？另外，我又在想，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有的人他的戾气特别的重呢？然后另外，比劫、食神又是什么？相由心生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而印度教就是单纯的洗脑与奴役人的宗教吗？所以这一期我们就继续邀请了易如从玄学的角度来解答我长期以来的这些困惑。对，我觉得你前面说的很多啊，就是像什么金水啊，然后要人往高处走，再就是有一些饮食啊，还有玄学，就是爱护好自己就能够生财嘛。我觉得这个说的都很好，因为玄学里面有一个穿堂煞吧，那样子我容易破财。然后呢，就是有人他专门就是硬的往科学方面去解释，就是说，因为穿堂煞的话，每次开门的话风就很大，风很大的话，人总是那么被吹着，他生病的概率就高嘛。生病的话，不要看医生，看医生那不就破财嘛？而且他生病的那个时候也影响到他的工作效率也没有那么高了。对，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就是因为有时候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感冒发烧嘛，我那个时候我都恨不得就是能够花有再多的钱，你能够让我1秒钟之内就能够好起来，那就最好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对。好，那我接着说我刚才那个，就是说玄学方面，因为你提到这个川渝嘛，就是你其实跟我聊的话，你反正我个人说的直白点，你不用紧张，或者说不用刻意的想的你一定要主持好，因为我也是经常要去教学或者要去和学生聊的，所以我的就是我会去听，然后我也会想我刚才讲到哪里了，我们在讨论什么，就是我的这种逻辑思维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不会东一句西一句，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聊起来就会比较乱嘛。然后像是刚才我们讲的，对，就你说这个川渝地区的这种，就是你说湿气比较重嘛。其实我在川渝地区的话也待过，就前2年也待过，我发现，而且从风水和玄学角度来说，川渝这个地区它和贵气是不沾边的。像因为在玄学里面，它分层次嘛，就分命格的层次，它有富有贵，然后有贫有贱，就贫和贱它还不是一回事儿，包括富贵也不是一回事儿。那就是川渝这个地区啊，这些的地方，它都跟富不沾边。真正就是国内的这种富沾边的，就是和贵气沾边的，基本上就这几个城市。第一的话呢，就是广州；第二的话上海；第三的话杭州。如果最多再勉强加一个的话，那就是成都啊，就川渝地区只有成都能排得进去。这几个城市是和贵啊，就这种贵气是沾边的。那如果说一个人他的命盘里面他自带贵气或者贵人多，他这个命格是往贵的这个层次上面走的，他就特别容易去到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城市去发展。如果说他命局里面没有什么贵气，但是呢有一定的那种富啊，就是有一定的财力，那么他的话就容易去到其他的城市发展。如果他注定有贵气的话呢，他一定会到那几个城市去发展，或者说会在这几个城市里面来回的穿梭，来回的去发展。这是玄学上面的东西。那他这个贵气，它是根据什么定义的呢？为什么是偏偏就是这几座城市呢？它是跟水、跟那个平原或者山脉有关吗？对，就是反正就是从地理上面来说吧，这个如果说起来的话呢，可能就是有点这种庞大，就是知识体系有点庞大。就是如果直接说结论的话嘛，反正就是这几座城市。那你非要你看，包括我一般说这个的话，别人会问我为什么北京不算呢？对，我也想问这个。对，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北京啊，然后又有故宫，然后又有首都，然后之前又是皇朝啊什么的。其实北京的这个风水对于人来说啊，对于普通人或者说对于人来说的话，是只有你去养他的份，就他的磁场和这种能量很难去养你的，所以他没有他其实对，它气候很不舒服，很干燥，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要喝一大杯子水，不然嘴唇都干裂了。而且就是现在可能好了，就是以前的话又有沙尘暴嘛。对，然后那个地方的话去了之后，人人都想着一定要往上走，然后你会其实上海也有这种感觉，但是上海还是有那种小资生活的，然后包括穿衣做事啊什么的，看剧啊什么的，他还是他觉得他要活出他的腔调来的，他讲究这些东西。但是北京的话
好像就是你去了你就得混出个人样来的那种感觉，对不对？而且你一说你在北京，人家就问啊你在几环呀，就给人就那种感觉，他真的就是对。对，所以那个地方都是，就是它会吸收掉很多人的那种，能量和精气，就是你会把你的能量全部都浪费在那里，或者说，就是付出在那里。但是你说他那个城市养别人嘛，很难，就哪怕那些土著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一些那种土著，因为我也去过啊，他们那些开出租车的什么的，反正给人的感觉是不太舒服的。那有没有什么城市它虽然没有贵气，但是有富气呢？这个有，而且也不止一个，但是可能你让我突然一下说嘛，我还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就是前面你说的那个出租车嘛，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人他就是那种调调，他可能就是叫什么那种，就是或者说他做服务行业的嘛。也会就是承受很多那种就是情绪的压力，或者说就是冷漠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可能心态，而且他每天也不得不是说，我要客户就是上帝，所以他可能那种人，他心里面会，他就是叫什么戾气比较重吧，对。好。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正常来说，我们想要就是说去体谅别人，或者说要看到别人不容易，或者说怎么样，那这是一种强行加上去的觉得好像他可能因为工作可能要受气啊，或者怎么样，他就容易做的不舒服、不开心。但其实这种有一点很牵强。我个人觉得，其实你做什么就是在做什么工作，都是一个外在的，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就是情绪稳定的人，然后你是不是一个想得开的人，格局大的人，跟你做什么工作没有关系，反而是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才会去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有些人他会觉得是他的工作压力大，他才会有戾气，其实应该是反过来说，他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戾气的人，然后看什么都很多人和事都是不爽的人，所以他才会容易去做到那些经常要受气的人，因为他总是看别人不爽，那别人也会看他不爽。然后他又觉得他自己受气了，然后他又继续给别人不爽，就这样循环。你说那些情绪，你说那些情绪稳定的，比方说像做脑力工作，包括像我们做玄学、做咨询工作，包括像你如果说你做这种平台或者身心灵的工作的这种的话呢，其实你首先你自己的情绪是稳定的，然后你还要善于去倾听别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意思，然后你还要去帮助别人，包括就是说去开导别人，这个时候你的能量就是比较充足的，然后你的情绪是稳定的，那你干的工作自然而然在世俗的眼中来说就觉得你这个工作还不错，还挺轻松的，就不像是那种真的就是拉出租啊，或者就是干工地啊，或者一些怎么样的，就是不一样。很多人觉得是因为他干这个工作才这样，其实是因为他这样的人他才能去干到那种工作。又或者说如果真有造物主的话或者怎么样，就好像你这种性格的人你就注定只能干这种工作。就是会大概率的他有一个命运之手把他往那方面去引。对，或者就是说你都给你配好了的，你就这种像你的命格你就这样，像有些人他就是你就注定要就所谓的真的就是实打实的要搬砖，那有的人注定就是他就是可以靠脑力的，然后靠资源整合的，那这个也没办法。如果从玄学方面来说就是这样子。对，然后就是玄学的话，前面你说到了，就是不同城市方位它的有富，就是相当于有那个富贵，还有那个贫贱不同的属性嘛。然后我前段时间我研究到，它就是不同的方位有五行的那个区别。就比如说，一般是说靠北方的那些城市，我说是全球角度啊，只要靠北方的话，它是主金。就是那个金木水火土的金，然后呢，如果是说南方的话呢，那可能就是那个就是我有点搞忘记，不知道是火还是啥。然后那个五行里面金木水火土，我发现它的那个古汉语啊，金它其实是石头的意思。然后呢，那个土的话，它跟那个山也有点关系。对，它金并不是现代汉语里面那个金子的金，而是石头。就是我发现当时你在我们频道评论说，你感受到
你觉得我火气比较旺，然后火属性比较强，这个你是通过什么感受到的？我有这样说吗？我都忘了。那你原局火属性旺吗？对啊，就很旺啊。因为我当时好像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这种13比较旺，还是什么比较旺，我有点忘了。对，时伤，对，时伤是啥东西啊？时伤就是你的一种跳跃思维，然后你的这种自我表达能力、展现能力，然后以及你是对，然后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呢，因为我是听你的这种表达，你有的时候就是你其实是很愿意讲的，然后包括你也喜欢讲，你也不是一个纯喜欢就听别人说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但是你讲呢，有的时候呢你会太跳跃了，太开阔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劫旺，或者说时伤旺，或者就是说。不用在意到底是什么旺，但是你命局当中一定有一个五行或者某一个食神，它一定是最突出、特别突出、特别多或者特别旺的人，他才会有这种特征。比劫和时伤是啥意思呀？这个比肩的话，比肩和劫财嘛。那比劫的话，代表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就代表我们的手脚，代表我们的肢体和躯干。那时伤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展现力，然后也代表我们的表达能力。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当然它还有很多的寓意，因为八字课程的话，其实它的内容是很多很多的。这都是基础的，可以在网上看一看，像比劫啊、食神啊这种就是它的来源，它之所以会有比劫食神，它是金木水火土之间相生相克而得出来的。五行里面的话，其实我是缺金和水，然后其实早知道的话，早知道你要聊你的，你刚才应该把你的这个4度先发给我瞅瞅。好吧，没关系，我们可以对，因为今天肯定下播就也有点晚了。对，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跟凯文聊的话，通常一次可能聊个3个多小时，然后所以这一次我就提前一点来找凯文。他一般都是那种就是他是晨昏颠倒的，就他是适合就是英国这边的时区，就是英国就是比国内要晚8个小时，然后早上8点钟起来，下午起来，然后早上可能5点钟睡觉，对，然后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是音乐老师。音乐老师这个作息啊？对啊，然后因为一般一般上课都是下午上课嘛，对，然后他之前他是中国好声音大连赛区的主持人，不是主持人，评委，然后对，后来我说那我们能不能聊一聊中国好声音？他说太多内幕了，有啥好聊的，不想聊，不想聊这个好吧，那其实他就想我也不怎么看这个的。我也不怎么看好声音的。对，尤其是华少，我感觉他，反正就是你有时候你去看一个人的面相嘛和气场，你会感受到那种磁场。然后我就看华少，就是觉得可能就是磁场有点八字不合吧。对，就是好，那说到这个的话，我延伸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从面相学包括玄学都很喜欢说相由心生。其实相由心生它包含2个点，就是以我的个人来说啊，第一的话呢，就是他这个人本身你觉得他长得丑啊，或者说这种眼斜嘴歪的呀，你想的可能这个人就是不是一种那种良人，就不是什么善类，这是第一种，就是他本身可能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所以说他的面相是他的心而生的。那第二种的话呢，其实就是一种主客体。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他的主体，那第二种就是其实是说我们去看别人，我们觉得这个人不是好人，其实是这个时候是由我们生出来的一种相。就是我们觉得他好，或者我们觉得他不好，这个时候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而不代表他这个人真的不好。所以他其实这是分2方面。对，那我们怎么判断是主观觉得他不好，还是说他就是不好呢？如果说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人不好，
那它就不好，而且它不符合就是你这个团体或者说就是这片土地的这种审美啊，就太那个啥了，一看着就不符合我们这种人的这种觉得他是个好人的那种面相，那大概率就不是。那你说如果一个外国人他长得怎么样，我们说啊他面由心生，看上去他好像不咋地，那可能这一条不准，但是对于自己人的话还是比较准的。对，所以你要说面相的话，你看，像印度人眼里面，他觉得所有中国人都是一样的脸，就是那个肤色什么的，他分不清楚嘛。然后我刚到印度去的时候，我也觉得哇，怎么印度人都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都很热情嘛，经常会去跟我打招呼，然后一上来就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才认识他10分钟，就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好，然后后来第二天的话，我又看到另外一个人，这是不是我昨天聊的那个人？那位同学，这是不是搞错？然后而且他们的名字音节也特别长，也不好记嘛，所以后来我就干脆，我只要是看到有印度同学，我都跟他们打招呼，都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很快就是刚去那边上学的时候，基本上整个系全年级很多同学都认识我。对，然后他们对中国人有一种天然的友好，我也不知道是中国人还是说有外国人来了吧，他们都会很热情。我就会觉得，就是我去印度的时候，就虽然就玄学来说的话，我不适合去南方嘛，因为已经火气很重了，对吧？南方那肯定也是烈日炎炎的那气候但是实际上那几年，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因为周围人他那种热情，所有人他问，你中国怎么样？你感觉中国很强大，科技很发达啊。然后，但是呢，如果到了欧美这边的话，因为大家都是外国人，很多都是移民嘛，很多白人，如果你不跟他们聊天的话，他永远不会主动去跟你联系，就是说加了联系方式之后，如果是说每天都能够见面的话，那当然是很客气，很友好，对。然后后来所以也就导致我在爱尔兰这么多年吧，就是我基本上一位爱尔兰的女性朋友都没有。然后呢，所有的那些就是男性还是女生朋友，基本上都是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对。我对印度我倒是了解不多，我只知道佛教是从那边传过来的，而且佛教为什么会从他们那边传过来？佛教在他们那边的起源好像说是为了就是占领他们那边的地方，包括就是为了奴役他们，所以这种一开始这种六道轮回啊，以这种善恶呀，以及你就像是基督教里面说的，你要上天堂下地狱，你要做了什么事儿，你就要遁入恶鬼道啊，这种好像就是为了去奴役他们的人民的，就是让他们有了这种心理，或者就是说其实带给他们的是一种恐惧，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了解。像印度的话，我只知道拉玛鲁金，我也知道他是吃素的。所以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数学家，其他的我都没怎么了解。但是我觉得印度从这个名字上面来说，它也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玄学的。而且印度那边，因为印度它有特别出名的占星因为占星的话分现代占星，然后和古典占星。那古典占星其实就是印度占星，他们也是最早，也不算是最早吧，他们也是从最早的话应该是那个什么古巴比伦吧，还是什么国的，他们就是记录天象啊这些的。反正印度在这一方面就是记录天象、地理这一块也挺早的。所以说的话，印度占星简称印占的话，它也是比较古老的。而且如果说你的这个出生时辰能精准到几分几秒的话呢，印度占星的准确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他们在这方面也是有很不错的造诣的，并且的话呢，也是有那种专门就是那种家族传承那种代代相传的这样子的传人，这种占卜师也是非常多的，并且他们觉得在他们那边他们觉得这样的工作是很神圣的，和我们这边所谓的很迷信或者怎么样是完全的两个概念。对，迷信的话，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搞那个就是反正就是相当于那个就是建国之后嘛，然后又是各种土改啊，各种去反那些东西之后，他把那些传统的文化里面有一些精华的东西，他也说成是迷信。但是因为印度他没有经历那个土改，他没有经历那个什么土地革命，所以他还会
它保留了传统，也保留了糟粕。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佛教在的时候，佛教它是讲究那个六道轮回、众生平等。众生平等但是呢，实际上就是玄奘去印度取经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当于中国唐朝吧，那个时候其实佛教已经是很衰微了，被一个新的一个就是依托于佛教之上的印度教婆罗门教来取代。然后它那个婆罗门的话，它会有那种就是各种就是分贫下中农吧，就是各种不一样的种姓，它总共有5个种姓。然后呢，它就是方便统治嘛。基本上就是在那1000多年，只要是说那个自己的父亲是那种成分好的、阶级好的，那基本上就是子孙后代都是干好的活儿，然后不好的话那都是不好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其实现在的话，别人说婆罗门的话，那就像在中国说自己是延安出来的那个，就是红2代、红3代一样，那种感觉，他只有他自己那个体系内的婆罗门，他自己他信这个，但是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很高贵，他只不过是说更加的虔诚吧，对他那些印度的经文或者一些那些就是每次节日的时候，他有一些祈祷的一些仪式吧，而且实际上并不是说越白的，就是越是高种姓的，我认识很多那种就是皮肤特别黑的，他们也是婆罗门然后但是呢，如果是说不是最高种姓的，实际上至少40%吧，就是正态分布最多的，他们都是吠舍，就是第3种姓，吠舍就是相当于自耕农或者是说自由市民、商人，就是这一个阶级，他们基本上都不怎么信。我才不信他说婆罗门就比我们高贵，我们就是不信这个。对，对，而且好像据我所知，就是婆罗门他们在印度信这个教，而且好像就说你离开印度之后，好像就是相当于你直接不信这个教了，是这样吗？那个我好像没有听说过呀。他们就是在爱尔兰这边印度人，他们每次过年过节的话，他都会在家里面搞一个神龛，就是他家里面都会每天也会上香。其实跟中国的我觉得很像，我不知道是谁学谁的。他们有时候就是会去给他们的那些神像上头去供一些水果呀、一些饭呀，然后供完了之后也会自己吃掉。然后他们觉得这是供过佛的、供过菩萨的这种这个水果，那吃了之后会有就是神佛的一些赐福吧。对，明白。然后是会有这样，对，然后印度教它里面它跟那个佛教就是有很多很接近嘛。因为后来为什么印度教把佛教给取代了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说法嘛，它会把佛教并入到印度教，它会让就是之前所有的佛教，它的菩萨，它的那些佛释迦牟尼他们都认，但是呢，它的那个话术，他会说那你现在的佛教它是存在，但它只是在我们印度教这个更大系统里面的一个分支，就有点像中国以前不是信关帝嘛，拜关公，对吧？然后呢，然后佛教的话，它里面也有关公，但是呢，他把名字改成关帝菩萨，他觉得现在关公他相当于在我们佛教编制里面，他是叫关帝菩萨，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把它给收编了，就类似于现在的所谓的中和台的那种关系，就本来你一开始是怎么地的，但是吧，你现在就是并在我下面了。对啊，就说起来我的抬头都是在你前面的。对，然后第二的话呢，因为当年那个佛教它讲究那个众生平等嘛，所有人都是反正在佛面前都是一律平等，就跟我们看蚂蚁一样，你管你是北京的二环的蚂蚁、3环的蚂蚁，你是兵役还是公役，不都是蚂蚁吗？对吧？所以众生平等。但是后来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他统治的时候，就是他那个统治阶级，他希望他不同的那个阶级之间，他能够就是相安无事，能够阶级固化一点，那样子更支持于他的那个统治，所以他统治阶级他更加倾向于那个有那种就是种姓制度的印度教，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因为佛教它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佛寺，然后有很大的僧团，他来就是
就相当于一个很大的佛寺嘛，然后那佛寺它又占用土地，土地周围的那些可能方圆有几个县的百姓，他都得供养那么大一个寺庙，那样子的话就不利于这个宗教在向它的基层去扩展。而印度教的话，你去看，就是印度教它一个印度庙的话，就跟中国的一个亭子那么大，就是小一些的，就跟亭子，当然大的话也有很多。那样子的话，它可能每个村、每个县。就是或者说每个乡它都有几个印度庙，然后呢，只要是说有一个僧侣，那就够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它之后就会很多的传播嘛，对。就是是这样子啊。其实我个人，因为其实我们学玄学的人更倾向于道教，因为我们玄学它其实包括玄学、风水、八卦这些都是跟道门有关系，就是跟中国的道教是有关系的。反而跟佛教的话，它是关系不大，说实话啊。然后但是对于佛教的话呢，我们也会看，因为我们也相当于是做文化工作者，就上至天文地理啊这些宗教啊，我们都会去看看啊。那对于佛教的话，我只比较熟悉一个人，他就是李叔同，就是弘一法师。因为他也是在杭州这边嘛，他好像在虎跑寺出的家，这离我家还蛮近，反正离我家不远。然后我只对他感兴趣。他在国内的话，有一个好像那个男演员是台湾人，他名字有点难记哦，我没记住。他演的就是弘一法师的这种记录，就是相当于他的事情这种生平改编的这种一个电影吧，它叫《一轮明月》。一轮明月，我不知道，可能这个电影也比较小众啊。它是有徐若瑄还有他演，就是一个台湾的男演员演的。我觉得那个电影演的也蛮好的，时间也蛮长的，国内都可以看的，随便一个平台都可以看。我就大概了解过，认真的了解过弘一法师的生平，而且他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一个人，因为他也是抛妻弃子了之后，然后出的家嘛，就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顾了。但是他前半生过得也很风流，然后到了后半生的话呢，突然一下就要出家了，就是人家都评论他说半世风流半世僧，包括他最后留下的4个大字就是悲心交集。那这个其实从玄学上面来说也有说法，最重要的就是他这个字吧写的，就他最后画了一个句号，或者是画了一个点，好像是一个句号吧，反正，然后就从这方面来说的话呢，他很可能就是还是圆满了，最后还是圆满了，因为句号这个符号在玄学里面来说就是圆满。但是呢，这个也代表着他大概率还是继续遁入轮回了，因为圆就是一种轮回，所以既是代表圆满，又代表他会继续轮回。从他的这个最后的这种，也可以说绝笔，或者说最后留下的字来看吧，所以我对他有过一定的研究，我还去搜他的生日，然后来看他的八字什么的。但是因为年份有点久了嘛，然后也感觉会不会不准确啊什么的，也没有过度的研究。但是就是他的一些生平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他也挺有名的。对，圆满不是说他就是超脱了6道轮回吗？为什么圆满反而他还得接着轮回？因为他写的是一个圆圈嘛，就是你说一个圆，因为圆圈它就代表轮回。它就代表你要一直就是在这个里面轮回和打转的那种感觉，而且他写的是悲心交集，就是那他悲什么呢？心什么呢？是吧？所以他就这种心情都有。其实这个电影是非常好看的。如果说就是对他这个人或者对佛教他的这种人物感兴趣的话，还是值得一看的。对，一轮明月，我刚刚搜了一下，他的那个主演是叫濮存昕，三点水的那个濮，他的那个字可难写了，我都没记住他那个男演员。还有徐若瑄，我觉得他长得很特别的那个端庄吧，就是很周正的。但是他好像是北京人，他不是台湾，反正长得也挺帅的。好吧，我以为他是台湾的，因为他那个徐若瑄好像是台湾的，对吧？徐若瑄是台湾的。徐若瑄。反正现在还看到都好年轻啊！对，就是这个电影的话是不错的，我大概看了3-4遍吧。对，然后前面你说就是你对道教有很多研究吗？其实我觉得道教跟印度教是可以兼容的，而且现在就是很多老外，就是不管是欧美的、印度的，他们都对道教很感兴趣，然后问我，道教是你们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具体是什么样啊？咋样的呀？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